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每个陆军对解放军最新能力的评估。虽然挑了不少毛病，评价就是不低。美国这几年呢，把中国当作主要军事对手来进行研究，也算是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美国陆军呢，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对解放军的空军、海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进行了描述。大家发现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对解放军陆军的评价呢？相信那份报告的文本一定会非常庞大我们有机会再慢慢向大家介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军是如何评价解放军各个军种的。美军对解放军4大军种的评价总体上还是比较高的，指出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实战经验，装备和战法都没有经历过战场的考验，这个呢也是客观现实。因为中国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国家嘛，是吧？我们只想发展经济，过好自己的日子，不想去管闲事惹是生非。所以呢，我们的部队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了，这是实情。美军还评论，解放军的联合作战呢还在摸索阶段，没有真正在实战当中实践过。不过美军也承认呢，随着技术进步和战法的演训，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将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关于解放军空军，美军认为正在经历大规模的换装，把大量的老型号装备淘汰，换成数量比较少的3代机和4代机。美军特别指出，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部队主要关心国土防空、轰炸和对地攻击，但是对所谓的近距离空中支援能力建设重视不够。说这一方面呢，是因为解放军没有这种需求，另外呢，也是因为缺乏专用的型号。自从强武退役之后解放军就没有近距离空中支援的型号了。相比之下，美国空军的 A-10和俄空天军的搜25还在服役。当然这只是美军的看法，真实情况是这样子的吗？不见得。美军还评价说，解放军空军拥有空中预警、空中加油、重型和中型运输以及电子战飞机。虽然数量上比美军少一些，但技术水平相当。在维修保障能力方面呢，解放军空军不算强，但是正在迅速的改善。特别是随着工业部门能力的提高，解放军空军的地面维修保障工作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美军对解放军海军的能力的提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解放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摆脱沿岸海防力量的定位，开始向远洋部队转型。这样的转型呢，到2009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到2035年，解放军海军将成为一支全球力量，可以动用航空母舰、大型水面战舰、潜艇、航空兵、2栖攻击部队开展大规模的海上行动。不过呢，解放军可能要为此部署一个全球指挥和通信网络。美军对解放军火箭军的评价最高，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导弹部队，拥有超过1000多枚弹道导弹和几百枚巡航导弹。特别是解放军常规弹道导弹部队被评价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能力最强，可以打击对手的机场、港口、后勤中心、指挥和通信节点。美军呢，当然不会忘了火箭军收拾移动的高价值资产的能力，其中不但有航母打击大队，也有反弹道导弹系统。报告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解放军可以用大量的导弹攻击耗尽美国的反导导弹，然后就可以一个个的摧毁对方的高价值目标。还有解放军的战略支援部队，在美军看来这是个新生事物，因为美军呢并没有相应的军种。战支部队的出现代表了解放军正在努力的把一些重要的作战力量集成到一起，包括航天能力、军事情报能力等等。美军评论说，这样的军种可以把电子情报、信号情报、远程监视和信息战能力结合在一个指挥架构之下，然后根据需求把具体部队分配到战区执行支援保障任务。看得出来，美军对战支部队这种组织形态评价还是很高的。一般来说，军方的评估报告与民间智库的评估报告在分量上、用途上都是不一样的，通常会下发到部队，供部队制定行动计划的时候参考。
它不是以向国会讨要军费为目的的，一般比较客观现实，不会夸大其词。美军呢一向非常的傲慢，解放军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已经算的是相当给面子了。解放军当然不会为美军一个军种的评估所左右，但美军所提出来的一些我军的一些问题，对我们也是有参考意义的。解放军呢其实是最善于学习的。越战结束以后，美军发动了大大小小几十次军事行动，解放军并没有闲着并没有在旁边看热闹。美军所有的作战行动都被我们用放大镜来反复的观察和仔细的研究，它的成败得失早就被我们研究得清清楚楚。要不我们在追赶美军方面也不会走得这么快。提高军事能力并不见得非要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